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去分享使用 Google Cloud 云端部署前天才开源的这个 Dragon。首先，我们来到这个页面，这个地址我会分享给大家，就在我的视频的说明栏里。来到这个页面之后，往下滑，然后你看到这个地方是它给出的一个演示，就可以通过简单的一个拖拽进行图片的一个调整。然后下边这里，我们可以在这些地方试用这个 Dragon， 然后下边是基于 Linux 系统，然后进行本地部署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当然，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去分享的是使用 Google Cloud 云端部署这个 Dragon， 然后我们可以按住 Ctrl 键，点击这个地方，打开 Cloud。来到这个页面之后，如果你这个地方没有分配到资源，你可以点这个地方，然后查看资源。它这里你没有去连接的话，它有一个更改运行时类型，点它，然后这个硬件加速器我们要选择这个 GPU， 然后保存，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地方的连接，它就可以去分配资源了。我们一定要去抢到这个 GPU 的这个资源。然后连接好了之后，我们就按照顺序去运行这些代码就可以了。就是这个，先运行第一个，这里仍然继续。这个呢，它是克隆 Dragon 的一个代码。然后这里一直在转圈圈，停止了之后，那就运行好了。接着我们再运行下边这两个，按照顺序去运行这个代码。然后这里是配置环境的，这是第三个。好，这里这个问题呢，重新运行一下。好，这里它就没有报错了。然后这是我们的环境的一个配置，下边呢是下载它的模型，我们点击这里运行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模型下载之后，我们再往下滑，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运行这个是安装 Dragon 的 GUI 程序。好，这里运行好了之后，它这里会出现两个地址，我们按住键盘的 Ctrl 键，然后去点击这个地址，我们就可以在云端去运行这个 Dragon 了。可以看一下，就来到这个页面。这个页面它这里有几个选项，这里呢是它的模型的一个选择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有人啊、狗啊、象啊等等一系列的，就是这些模型都可以进行选择的。这里你调整的话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，可以看一下。好，这个是模型的一个选择，然后这里 C 的值呢，就是你去换它的一个 C 的值，它就会去更改这个图片，可以看一下，这样就是更改它的一个图片。下边这个 step size 这个数值呢，它是两点之间的 step 距离参考的一个值，这个值越大，那么它每一帧的一个画面差距也就越大，移动的也就越快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我们再看下边，然后这里有一个 W 和 W 加，如果你使用这个 W 加，它可以就是生成更高的一个质量的一个结果。那这里的话，我就选择 W， 它有更快的一个处理。然后这里呢是添加起始点，点这个按钮。然后你在这个图片去选择你想移动的那个点，然后比如说我就点这个点，点第一次它会出现一个红色的一个点，这个点代表起始的这个点，然后再点第二次，比如说就点这个地方吧，它就会出现这样蓝色的一个点，蓝色的点代表我们的一个目标的一个点，也就是说红色向蓝色这边去移动，然后点了之后，我们点这个 Start 这个按钮，
它就会开始进行移动了。可以看一下这里的步数，它也在增加，这个速度有一点慢。当然，在这个移动的过程中，你可以直接点这个 Stop 进行停止。好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图，它就移动到这边来了。然后在进行的过程中，这边步数是400多步了。然后你可以点这个 Stop 进行停止。当然，这个是这个值为0.001的时候，当然你可以把这个值设大一点，就是这个。然后我们先按这个重新的，就是还原图片。然后我们同样去添加起始点，然后这一点移动到这一点，然后我们点这个开始。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速度是在变快的。好，这里你可以看一下，已经100多步了，它就移动到这个位置了，所以它速度会更快很多。然后我们同样点这个停止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值的一个设置，大家下来可以看一下。然后，如果你可以看到这张图，它在转动的时候，它整个画面都是在移动的。但是如果你只想移动这个区域，比如说我换一个吧，换一个之前的这个狮子的这个，然后我们去换一个图片吧。就这个图片，你可以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哈。就是我们只想就是换这个头，然后其他的一些部位就是不动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去添加它的遮罩，就按这个键，然后你鼠标，你看到没？你鼠标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黑的一个圈了，然后你把这里涂一下。这个头我们已经涂黑了，就是想让它在这个区域去移动。我们去添加它的一个起始点，就是按这个按钮。它就会出现这个白色的一个区域，它就是在白色的区域去移动。那我们去添加它的起始点，再点这个开始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头是往这边移动的了。然后移动的一个过程中，它是只在这个区域去移动，而其他的一个地方是没有动的。然后我们还可以点这里停止。这个就是这个 Dragon， 大家下来可以去试一下。当然，这个 Dragon 呢，它现在还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不是说上传一张随便的一张图片，然后都可以进行就是这个拖拽的。它这个图片你可以看一下，作者这里也给了一个介绍。这个是它的自属文件，你点进去，这里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吧。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要编辑真实图像，你需要首先使用 PTI 等工具进行干繁衍，然后将新的潜在代码和模型权重加载到 GUI 才可以去使用的。所以说不是随随便便一张图片，它都可以进行运行，就是这个需要去注意一下。但是随着更新迭代，未来可期，对吧？那今天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。